万德源的筹款缺口还有多少呀？还有30万。需要我做些什么吗？你还是好好休息吧，尽快康复。我想下来走走。哦，那我给你找戏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得起来啊！给我躺回去。哎，你身体什么状况自己心里没数是吧？不是，我天天躺在这儿，我没病我都躺出病了。那怎么办呢？你出去跑2圈去啊？对啊，我就是这么想的呀。那找死吧你！是，你有事儿你就先去忙吧，查理在这儿，没关系的。好，那我先去忙。麻烦。那我走了。哦，不是。我来归我来，你赶人家走干什么呢？他天天那么多事情，哪忙得过来啊？哎，你们俩现在什么状况？哦，给你的。上好的东北老人参，好好补补吧。不跟我生气了？生气？哼！之前呢，有个人叫查理一世，已经被气死了。现在跟你讲话的，还是差点时间。之前那个丽兹也死了。查理，对不起，你之前劝我不要做手术，是因为为我好，我没听你的。要不是你救了我，我现在应该已经死了。呸呸呸！乱讲话！原谅我了。我谈不上原不原谅你吧，你又没对不起我。但是好好说，你对不起人家程一志。我知道了。那你知道了该怎么做？协议离婚书，还挺新潮。签字吧。你挣的钱，我1分不要，我只带走我爸给我的嫁妆。看来我之前说的话你还是没听懂。我听懂了。你在意我不能生孩子，记恨我当时没有跟你坦诚相告。你想让我在这个家里头当个摆设，我廖兰做不到的。黄如红，你变了，你再也不是我当年看上的那个爷们儿了。我没变，是你根本不懂我。当年我无非是报关行一个小跑腿的，你们怎么待我都成，更无需坦诚。这些年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做得不错？今天我告诉你，其实你跟你爹一个德行，从来都把别人看得比红毛还轻。
原来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。你觉得呢？王如虹，当年我廖兰看上你，是我眼瞎；现如今你轻看我，是你眼瞎。咱俩这婚离定了。牛奶好了，给你弄温了，直接喝吧。等一下，先看一下体温吧，36.5，我退烧了。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我刚量的。那你意识到你现在脸很红吗？摸一摸，是不是很烫？大夫说了，你这次手术损耗很大。我知道你想工作，但是不能再伤害身体了。万达园的综述，我已经照你说的改过了。我也会照你所说，跟翟老板去阐述关于万达园的理念，还有构想。你改得很好。那你就快点休息。医师，正义，等待。等你好消息。人呢？老爷，太太昨晚连夜搬了出去。为何不报？是太太不让我们去富香堂惊动你，这才一声不响的。廖司令这幅画，太太也搬走了。搬哪儿去了？临时找不着好房子，暂且搬去平和坊了。今天的晨报搁我书房里了吗？没有。拿过来。你好，我是30。请问吴丽斯人呢？我不是让你好好看着他吧？你看现在人也不见了，我病房全找过了，都没看见他。人不见了。不好意思，是我的问题。他什么时候输完液的？下午4点啊。下午4点。有没有人来看过他，或者是身份不明的人？这个你不能问我呀，我要负责6、7个病房的，我根本就看不过来的。
先生，是我程一志，丽兹去你那儿了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他不见了，现在整个医院找不到他。啊？该不会是黄如？兰姐，是我，丽兹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是想请您帮个忙。你还有脸找我帮忙？兰姐，我知道之前的事儿都是我的错，我没脸过来见您，因为那些事儿我让你受委屈了。您离婚的事儿我也听说了，现在钱庄都不敢收您的钱，我敢。您要不把门打开让我进去，我跟你详细说一说，好吗？你听好了，你走，你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不愿意听。兰姐，现在除了你，没人能帮我，除了我，谁又能帮您呢？你走。您现在不能走。你干什么？我现在要出去找他。这病人已经跑了，您要是再跑的话，那我们住院费找谁缴啊？住院费我回来再给你不行吗？不行。来，住院费是吧？这些够吧？不是，先生，这肯定不够啊。我给你们罗老板打电话，他先垫付，我回来再给你。我现在要出。哎，不行，先生，您必须现在给我。行，你这边不让走是吧？那我走那边。哎，先生。一志，弗丽兹，你去哪儿了？不许笑，很好笑吗？所以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我去散步了。散步？你下午还没有退烧你就去散步？我下午刚退烧的。你下午就退了烧，怎么可能啊？真的，你看，是不是退了？我下一次出去，我会记得留字条的。行，那你记得了。还有下次，说吧。
你到底去干什么？我去找兰姐了。找兰姐？兰姐和黄如红公示离婚了，我希望兰姐能用她的嫁妆入股我们银行。一方面，我希望她能支持我们；另一方面，我也希望支持她。兰姐对于黄如红一往情深，不可能轻易投降我们的。她是拒绝我了，但我相信，她一定会回心转意的。丽丝，其实这些事情不需要你去操心。哦，对了，你和翟老板聊得怎么样啊？聊得还行。要不是你闹这么一出啊，我现在都已经出去跟他签合同了。啊？哦，我错了，你快去，你去。倒也不用，你这么闹反而有一个好处。啊？翟老板不想以冠峰地产的名义入股，他说树大招风，反而提出以一个先移木材公司主要签约。木材公司？说是他几个月前创办的，不过我觉得这名字听着陌生，有点不太放心。会不会也跟黄如红有关系啊？不是没可能。我去让查理打探一下。查理？嗯。丽丝找到了吗？他刚回来，已经睡着了。可真是，真能急死人呢。他也是为了万德源的施工款而着急，所以出去想办法了。我看呢，他就是看你每天太辛苦了，心里过意不去。我不辛苦。你不辛苦啊？白天筹备，晚上陪床，一天3顿往这儿送饭，还得出去募股。不是我说呀，你真是得让家里佣人来才行。他们管不住丽子，就我在这儿，他都敢溜出去。那也得想个办法呀。你这么累下去，身体吃不消吧？要不，查理先生帮帮我。嗯。丽子跟我说，他有事情拿捏不准，就拜托你调查。你是上海最好的办事处。你想打听什么？先移木材公司。我想知道这家公司是否为翟伟信所持有，是否有秘密合伙人，还有最重要的是，有没有和雷大明还有黄如红有关系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等我消息。拜托。哦，对了，他是不是还没跟你道歉？道歉？我就知道，他就是嘴硬不肯说。好，那我来说，丽兹之前对你有很多的误解，有大的，有小的，还有那种特别要命的。但是他现在已经知道了，他知道之前是他误会了你，错怪了你，多疑了你，也伤害了你。让我说完，但是丽丝的性格我们都了解，她就是说不出口嘛。平时的事情犯了小错，道了歉就过去了。可是如果太错了呢？道歉就轻了呀，她也就不肯说了。你还要多体谅她。不早了，查理先生，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，我在这儿继续留着陪他。好，我不走。小楼，新世界那边的房子不是说我这2天就可以搬过去吗？
是这么说来着，可那房东突然又不卖了，您搬不了。你们是不是因为我离婚起事的事情不敢给我找房子？既然黄太太都明白，就别为难我了。您搬回公馆住，那不是比哪儿都强吗？我不难为你们。谁呀？是我，兰姐，丽兹。你怎么来了？美瞳公寓那边出来了一套套房，我想请您搬过去。我不会去的，你走吧。兰姐，您就当这是我给您的赔礼，别因为跟我怄气，委屈了自己。丽兹，我今天把话说明白，我不需要你的赔礼。我知道了你跟老爷之间的恩怨，虽然我跟他离婚了，但是你们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咱们也不是一路人。你走吧，以后都不用再来了。兰姐，对不起，我利用了你，我也很愧疚。真的，我知道我现在不管说什么，你都不会相信，你也不想听。但是该解释的，我还是得解释。兰姐，您是您，黄如红是黄如红，我承认，我对黄如红怀恨在心，蓄意报复，也因此蒙骗了你。可是杀父之仇当前，我又能怎么办呢？你对我的好，我都记在心里，我很感恩，真的。但每次我看到廖司令对您疼爱有加的样子，我就会想起我父亲。要不是我爸惨死，我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如果廖司令还在世上，您也不至于如此。兰姐，原谅我，原谅我之前无法对您做到坦诚，可是今天我到这里来，我说的句句话我都是真心的。我过来，我就是因为我担心您，我害怕您会回头。兰姐，您不能回头。我知道您因为陆珠儿一时气恼跟黄如红离了婚，还在报上登了公示，可您心里，您一直对他有亏欠，您一直懊悔，当初您瞒了他，可是并不是这样的。兰姐，黄如红当年给曝光行做跑腿的时候，在堂子里差点被廖司令一枪给杀了。这些年他一直都未曾释怀，这些都是他亲口对程玉志说的。您现在应该考虑的是，他对你是否真的是一片真心啊？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您自己选择信还是不信。你不想见我也没有关系，未来的选择在您。公寓的钥匙我给您放门口了，去
去不去住，也在念，保重。我想起来了。想起什么了？我想起来了，仙仪公司，是仙仪公司。当初我告密兰姐，大老爷外面有露珠的时候，当时兰姐她好面儿，她跟我说，大老爷是要买好东西打点生意，她还说，仙仪公司刚开张。还有吗？她就只提了这一句。可是查理拿过来的资料我都已经看了，确实找不出和黄荣红还有雷大明的关联。但是只要兰姐提过，那他们一定有关联。莫非是？老爷，程一之居然向翟老板婉拒了新仪公司的融资，恐怕是我做事不妥，不知被他发现了什么。老爷的一片好意，被程一之拒之门外。老爷，雷子刚得知，程一之已将一笔巨款转入万能源工厂，而且其银行后天正式开业。好啊，那就替他卖力宣传，祝他声名鹊起。谢谢唐医生还有宋夫人你们两个的照顾。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作为医生呢，我们不仅要关注病人在我们医院的治疗，但是呢，我们也关心病人出院后的生活。我有必要提醒你啊，丈夫应当充分体恤自己的妻子。你太太的身体情况呢，并不影响你们的夫妻生活，但生育器官受损已成事实啊，你万不可以责备你的妻子。另外，要求妻子在极不合适的身体条件下进行流产是没有人道的行为啊！你若要做个文明的丈夫，应该认真反思。唐医生，是您说的对，我承认我的过失，我一定好好反思。时候3餐呀，都
变着法儿的给我弄，又是大鱼又是大肉的，我都吃胖了。哎呀，胖着点好，来回手术啊就得养着。太太，阿贵已经把热水烧好了，你肯定想痛痛快快洗个澡吧？说的是呢。太太，您跟我来吧。老爷，太太总算出院了，你心也定了，不用再来回两边跑了。啊，我先去收拾行李了啊。好。来，盖好了，别着凉了。还要记得按时吃药，把药吃了再睡吧。我们离婚吧。是因为唐医生说的话吗？不是。那是因为什么？和你结婚是为了复仇，现在我不需要了。你说服了我，我应该开始新的生活，应该彻底的把过去放下。我想开始新的事业，新的人生。李子没有说出实情，离婚的真正原因是他内心深处巨大的愧疚，他无法面对与程逸志的婚姻。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让程逸志离开自己，只有这样才能让程逸志真正幸福。这么多错过在等我，明天我搬走。你别走，这房子是你的，我搬走。要离婚，就我搬走。留下。晚上我回去书房。你知道吗？就一个晚上。全世界最卑微的那一刻，反驳的话我不想说，莫名的错我都认了，别再用爱情的口吻捉弄我。谢谢。李子并不知道，在这一刻，程逸志一向对他开放的心门轰然关闭了。捉弄我。各位早上好，今天呢是立邦银行的首次股东大会。银行之所以取名叫立邦呢，意在于紧密的联合工厂商户，以实业兴邦为抱负。我要感谢各位，还有为到场的陆教授的夫人，在最短的时间内出资筹措，帮助立邦银行成立。也感谢各位对于我的信任，推举我担任立邦银行的总经理。今后，我一定尽自己所能，为大家效力，为银行服务。这个真的是说来惭愧了，我们这些股东呢，忙着工厂生产，立邦筹备也没怎么帮上忙。不过程总经理，我觉着你应该找一个副手了。其实搭档我已经找好了，而且他已经开始工作了。
他现在正在接待一位贵客，一会儿就会和大家见面。兰姐，来喝红茶。真不该把你当小女子看，兰姐。你帮我找的美瞳公寓，我昨天已经搬进去了，谢谢你那么用心。只要您住得舒服，我心里的内疚也就少了一点。我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去，我的嫁妆大概还有30万，还有一些珠宝玉器。我打算拿这个钱入股立邦银行。这钱你敢收吗？兰姐，您真的想清楚了吗？想清楚了，绝不后悔。您确定加入我们立邦银行以后，您就是我们一条船上的人了？你好像从来没把我当成外人过吧？我马上去准备文书。李子，你这么痛快，不怕我是黄如红派来的奸细吗？您什么性格，什么人品，愿意做什么，不愿意做什么，难道我还不清楚吗？你呀，鬼气里。程总经理的搭档，可是龙吟钱庄来的旧人。不，他是一位职业新人，但是出身于上海的银行世家，从小对于银行的业务耳濡目染，尤其是对于上海的金融界、上海的银行业，更是极为熟悉。到底是谁啊？各位股东，程总经理，很抱歉我迟到了。程太太，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一位新同仁，廖兰女士，她刚刚已经注资我们立邦银行，成为了新股东。兰姐，请大家多多关照。请坐，谢谢。各位请坐。廖女士，莫非是黄如红的前妻？我已经跟她离婚了。其实我与吴丽姿女士也已经离婚了。啊？希望大家以后在公共场合，尤其是银行内部，还是以职业身份为重，称呼吴女士为副总经理。准确的说，是暂任副总经理。我已经不是程太太了，所以立邦银行呢也不是夫妻店。程总经理能够找我搭档，也是为了能够尽快的开展银行工作。至于我能不能够胜任这个职务，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看。希望各位股东能够监督我。这不愧是年轻人说话啊，就是爽快。立邦有了2位，一定前程似锦。吴副总经理，请坐。程总经理，那个，徐硕博士，虽然万能园的施工款项巨大，但是资金已经全部到位了，这个你放心。我不是担心这个，那你担心什么？坐。程总经理，你和丽兹小姐为什么要离婚？我知道这是你们的私事，我也不应该过问，但是其中要是有我的原因的话，我应该郑重说明。此前我无视伦理，贸然追求丽兹小姐，甚至还大言不惭地告诉你我有一个心上人，那是因为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他已经结婚了，而且结婚对象就是你。但是我必须要澄清，我跟他绝无非分关系。他不仅拒绝了我的追求，徐硕博士，我跟他的离婚
跟你完全没有任何关系，不用担心。对了，我还有公务处理，先告辞了。哎 ，Look， 18K 金笔，崭新舶来，绝非赃物。你干嘛要送我礼物？还送这么贵重的？哎呦，你看看这支笔哪儿适合你了？这是替你给人家程一志买的。哎，你好开窍了哦。这段时间程一志对你真的不错，你总得有点表示表示是吧？我跟他已经离婚了。离婚了？除了离婚，我没有别的办法能跟他道歉了。你这么大的事情不跟我商量商量的啊？他就同意了？他怎么会同意呢？你怎么跟他说的？我说的很难听，他只能同意。小姐，之前要结婚的人是你哦，要离婚的人也是你哦，你让人家怎么想嘛？那也总比亏欠他好啊。这段婚姻对他太不公平了，我拖得越久，越亏欠他。所以你们现在还能一起共事？他能，我也能。来，奔波。哎，好。哎，谢谢先生。号外，为看新秀登场，立邦银行亮相。号外，买报纸喽，为看新秀登场。老爷，立邦资本来源有眉目了，听说是夫人。拿着嫁妆前往入股，妙兰区30万。这程一志背后一定还有高人相助。是，我继续查探。谁出钱不重要，立邦出剑，助他振翅高飞才是最要紧的事儿。明白了。老爷，照片和文稿已经按您的意思登报出街了。老爷看过了。这照片从哪儿弄来的？文犬制药厂落成之时，程一志跟周文犬合影所裁。老爷，你让程一志出尽风头，难道是要让他爬得越高，摔得越惨？长官你好，我是厂长周文犬。为何突然要封我的药厂？哎呀，没有生产许可证就敢生产，不封你封谁？不，本厂注册在案。小李，把生产许可证拿过来。用不着。周厂长是吧？现在变了，你不知道？现在要新的许可证了。那也不能突然封我的厂，大不了我办个新许可便是了。那你倒是去办呢。没有新许可，厂我封定了。封！哎，长官，不能封，不能封，不能封！
都想吃枪子了是吧？放！怎么办，程总经理？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封场，可是他们有枪啊！我是为了防止厂工跟他们杠起来，如果杠起来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周厂长，冷静，你做的没错，让他们暂时封场也是一时的权宜之计，但是时间不等人，我需要你尽快的把厂工薪资、厂房地租、原料进货还有产品订单交给副总经理核实。我们现在就要尽快的算出每日停产损失，还有文犬制药厂可以接受的最长停产时间。好，我马上去办。周厂长，安抚厂工的事情就交给你了。这个时候，厂工的情绪极容易被波动，甚至有可能被其他工厂挖墙脚。我需要你尽力保住所有工厂的骨干，可以吗？好。可是，新的生产许可证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我来办妥。方所长，哟，这不是陈掌柜吗？哎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哎呦，说错了，如今应该叫程总经理是吧？方所长您见笑了。不管是掌柜还是经理，那都得仰仗方所长您的帮助。是这样，之前呢，文犬制药厂的生产许可就是找您给办的，可是执法队突然跑过来说，那许可证现在不作数了，那这不是胡闹吗？所以我想请方所长帮我们把那张老的许可证换成新的。嗨，这事儿，你挂个电话给我不就行了吗？哎呦，那可不敢。哎呀。来，多谢。哎，方所长，只是这个生产许可日期怎么是3个月之后啊？这个没办法呀，这老许可办新许可，要这个注册局的专员来沪亲自办理，这1个季度只能来1次，这日期啊只能3个月以后。明白。只是之前的许可证找您办的时候都是加急的，这次您看也能不能通融？这之前你是黄老板的门面，啊，这个出来办事啊，1分钱都不用掏，啊，大家卖个面子。现在你自立门户，还能跟以前再相提并论吗？是吧？那方所长的意思是？哎呀。你这个情况呀，没有个3万上下的打点，这1个月绝对办不了。3万。先生下午好，立邦银行有什么能为您服务？我要见你们程义志总经理。不好意思，程总经理事务繁忙，与他会见需要预约时间。怎么着？不预约就见不着了呗？恐怕是的，很抱歉，先生，如果您方便的话，我可以现在为您预约。我不方便，他没时间，我还没时间呢。陈一志，先生，我们银行有办公章程。这位先生，请跟我来。好的。先生，请进。先生贵姓？免贵姓郑。郑先生您好，我是立邦银行的副总经理吴丽姿。呵呵，美女当经理，没见过。程总经理因为有事情外出了，现在还不知道返回的时间。郑先生，不妨留个口信，等他回来了，我第一时间转达。口信就算了。我要当面见他，毕竟我和他为的是家事。家事？你还不知道吧？我是他大哥。您是程总经理的大哥？怎么？不信呀？郑先生，您稍坐一下，我去给您沏杯茶。哎，别说，程总经理回来了，没看错。
没有事。陈总经理，吴副秘书怎么了？有一位郑先生找您，在我办公室。郑先生。好。郑先生，程总经理回来了。好久不见，陈一志，还记得大哥吗？敢偷我，揍他，揍死你！揍死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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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揍死他！程总经理，要不我去弄一点点心？不用打扰你，你先忙。那郑大哥，不妨我们借一步说话，去我的办公室。好，走着。嚯，可以啊，陈一志，可以啊。这几日没见阔了啊！要不是买了张报纸，我还真不知道你现在是堂堂银行家程总经理。郑大哥，你有什么事，请说。别急，先叙叙旧。咱俩的关系恐怕还没有到叙旧的份上。怎么着，还记仇了？只是无事不登三宝殿。你要是不说的话，我就不等了。啊，3天之内，你帮我准备1万元差旅费，再给我订张船票，上海到广州的，我急用。果然是来要钱的。怎么着？既然知道了，就乖乖听话，啊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。恐怕郑大哥也自身难保吧。让我猜猜，如此火急火燎的，莫不是得罪了帮派？陈医师，你省省吧，我可知道你的老底儿。你是来勒索我的？怎么能是勒索你呢？我给你念念。年轻银行家程总经理出生名门，发迹于龙吟钱庄，短短时间累积可观财富，豪掷万金创办立邦银行，谈吐不凡，与大儒雅士交谈密切，更有居身于上流社会之士。够了，你想想，如果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堂堂银行家程一志总经理是个野种，隐瞒出身，欺瞒大众，那你这漂漂亮亮的立邦银行还开得下去吗？船票的事情，我会想办法。但是1万元现金恕我无能为力。不给啊？是给不出。我纵使有些积蓄，也全部投入银行的股本，根本就取不出来，也周转不出来。陈一志，你要想清楚，是1万元重要，还是立邦银行的声誉重要？生活日报、沪上快报，如果你敢耍心眼儿，那我只好跟他们说了，把你的事儿都说清楚。
程总经理，程总经理。啊，怎么了？郑先生他啊，老街坊的孩子，打小性格就狂，现在也没变，非要我给他放款。他想要贷多少啊？他是做什么职业的？都是些不着调的生意，不必理会。对了，温泉制药厂的情况你有数吗？全线停产的话，能支撑多久？最多坚持25天，4张订单，最后的期限是下个月15号。如果月底工厂还不能开工的话，4张订单会面临退赔货款、违约赔偿，损失应该会有11万。难怪方所长会索回3万元，真是算的一笔好账。3万不给温泉制药厂，恐怕不保。程总经理，我们周厂长被抓了。什么？执法队又来了，说我们厂无生产许可，擅自制药贩药3个月有余，还说周厂长严重触犯法律。您快去救他吧！我去找方所长。好。你看啊，这个有米有粮，这个手续才能动得起来嘛，是吧？方所长，您要米要粮，我都无可厚非。只是您何苦拘捕周温泉厂长了？这就搞得我们非常的被动了。被谁拘捕了？自然是执法队。执法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事我办不了。方所长，这个事不归我管，我那儿还有个事儿，我先去开个会，你先坐会儿啊，先坐会儿。方所长，我不要上庭，我没罪，我没罪，我可以解释，我可以解释。我也是吧？你放心，我会想办法。1分钟啊！程总经理呢？他在外面活动。猛虎药学还有救福堂，他都愿意保留订单，只要你保证让利。吴经理，我出得去吗？执法队说，我进了那个门，我这属于私自制药贩药，我会杀头的，我会杀头的。这分明就是新旧许可证工作交接的问题，和你没有关系。你要挺住，这是龙云前中的报复，你的精神不能垮，知道吗？可是他们每天半夜让我进来。你们每天半夜想让周厂长交代什么？半夜交代什么？睡觉呗。周厂长是上海总商会成员，他被你们关押在这里，不明不白的。如果你们还敢再私自用刑、武力威逼，小心上海总商会找你们问责。你说这话，我挺真怕的啊。那你向总商会反映反映。那你等着。你干什么？你要他去哪？他们2人是不能在一起。救我！冯委员，程总经理，今日冒昧打扰，还请冯委员您见谅。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呢，啊，你我都变了模样。快请。我怎么好与冯委员您相提并论？啊，您现在在党内官居高位，担任中央监察委员，而我不过是一个小银行的小经理罢了。程总经理呀，我得说你几句。你开办立邦银行，为什么不通知我？若只是通知您的话，未免显得太没有诚意了。嗯，若是不能对您有所注意，我来这一趟也没有太大的意义。程总经理此言何意啊？我是指，
如果您有兴趣加入财政部，必定能够掌握一席话语。程总经理是来给我送钥匙的？钥匙谈不上，不过，谁如果能在此刻扶助文犬制药厂，谁就能在未来占得先机。文犬制药厂，文犬制药厂业绩突出，且深受百姓的喜爱。只是在申办流程被别有用心之人百般刁难，不但将工厂强行关闭，更是将厂长周文犬捉拿羁押。冯委员，文犬制药厂的真正目的，我愿意向您和盘托出。国产抗痨药剂。以厂长周文犬的实力，这国产抗痨药剂问世是迟早的事情。况且现在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步。一旦有本土药剂问世，举国上下无人不知那是得益于冯委员您的注意。换言之，这可是一份沉甸甸的伟绩呀！你刚才说那个别有用心之人，是黄老板吗？这恐怕不重要。这很重要。我如果帮了你，那就是让黄老板难堪。我说程掌柜呀，对，现在应该叫程总经理。你为什么总是忘了？我是你的朋友啊，我当然得帮你呀。快开门！快让开！松开！松开！哎呀！哎呀！吴经理，你没受伤吧？哎，都是误会。手下兄弟不懂事才闹这么大的误会，千万别往心里去。您不能带他走，他连律师都没有请，怎么上法庭啊？哎呀，这更是误会了呀！不用上法庭，根本不用上法庭啊！哎，你赶紧把周先生这玩意儿解下来，快呀！快呀！你他妈的走这么……周先生，这几天在我们这辛苦了啊，都是误会啊！开了没有？快点，让开！哎呀，周先生，受苦了！来，我来背你！哎呀，吴经理啊，您看，我们派车是把您和周先生送到文犬制药厂，还是立邦银行啊？立邦，好，周先生，走，咱们这就回去啊！起开！来，走了。程总经理，程总经理，生产许可证到了，车间主任已经下发通知，明天就能恢复生产。执法队长翻脸比翻书还快，本来啊都要押周厂长上庭了，结果突然就开市了。周厂长平安就好。每次都要靠程总经理帮我解决问题，我真不好意思。是方所长帮的忙吗？立邦银行总经理办公室。程总经理，3天快到了，我的差旅费齐了吗？请您留下电话，稍后我给您回电。说话不方便，那我说你听着，明天上午9点，如果你把我送不上客轮，我会在兰香楼设宴。我会把《生活小报》《沪上日报》《海上议事》几个记者朋友叫来坐坐，我会跟他们好好讲讲程总经理的故事，你是怎么投我姻缘的，还有你妈死之后，你是怎么……我知道，您说的我都明白。明白就好。是方所长打来的。怎么了？那边又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没有什么事情。但是方所长可能还需要1万元的公关费。1万元？是。
但是不管是多少，都是由于我办事不济，所以这1万元务必记在我的名下，由我每个月偿款，直至还清。不可，这是文犬制药厂的事，怎么能让您掏钱？你因为这个制药厂忙前跑后，已经够累了。周厂长，这是我的事情，因为如果不是我从龙云钱庄出走的话，文犬制药厂也不会被这一纸许可而为难，所以我的责任不可推卸。我是厂长，最大责任在我。周厂长，好了，你们2个人争执不下，就由我来下定夺吧。你们各自呀都想承担这1万元的公关费，但是我们成立立邦就是为了团结个人，形成组织，帮助大家一同成长。所以呢，这1万元的公关费应该由立邦银行承担。程总经理一定会同意的。周厂长，你同意吗？我同意。算你识相。钱呢？支票便携，还能在广州通贸银行兑现，是郑大哥跑路的不二之选。到了广州要是取不出来，我要你好看。您请。船位已经给您买好，1等舱里。没事，要不是赶时间，我不会这么便宜你。请进。程总经理，文泉制药厂本次突发停产，已经核算损失不会超过4000元。对了，周文犬厂长向股东们提议，鉴于你在停产期间应对得当、处理及时，所以希望由你正式出任立邦银行的副总经理。我不想担任副总经理，我希望立邦银行能够成立信用调查科，专门负责个人和企业的信用建档。今后立邦银行吸取资本、发放贷款，均以信用调查报告为依据。当然，这只是我个人的希望。成立信调科，势必会对你作为总经理的权利有一些制约，但是这对于银行发展的未来，我的权利并不重要。立邦在筹备之初，黄荣宏曾经利用翟老板和先移器材公司设下陷阱，足以可见我们此处有漏洞，资金的来源还有去向，其背后可能隐藏无数的罪恶，所以一不小心，立邦就有可能吸收来路不明甚至居心叵测的资金。或许是被不良商家，甚至是不法生意骗取贷款。信用调查其实是你父亲和陆教授生前一直在讨论的银行改革举措。我在他们的信中看到过，只是过程复杂繁琐，所以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家国内的银行真正实现。我之前也一直在观望，现在你这么有志向，那么我们立邦不如就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真的吗？我同意成立信调科。老爷，文犬制药厂的生产许可前日下发了。据雷子打探，是冯幼如亲自为程一志出的面。看来这个冯幼如对程一志还是青眼有加呀。老爷，这冯幼如初登政坛，如果这就被程一志拉了去，咱们不仅前功尽弃，将来还会失去主动。
这冯又如是只什么狐狸，那么容易就被拉去了？查理，你当初是怎么看出来我可以做百事通的呀？怎么了？哎，你在立邦银行这么快就干不下去了？我待得好好的，我还要创建信调科呢。信调科？嗨，那程一志能答应？毫不犹豫，立即同意，特别支持。我什么都没说呢，他想的呀比我还周到。所以我就琢磨呢，这信调科员非同一般，必须要按照百事通的标准来。这不是过来咨询咨询你吗？啊，说到这个相面识人呢，刚好有个人让你识一识。走，谁啊？一位绅士，年轻英俊，最重要的是单身。你去跟他跳支舞啊！我跟他跳舞？哎，你离婚了，你跟谁跳舞都可以吗？我不去。不去？为什么？我没兴趣。没兴趣还是放不下？丽兹，你已经离婚了，为什么不洒脱一点呢？是吧？感情的事情最忌讳什么？拖泥带水。我认为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拥抱新生活，结识新男子，澎湃新感情。啊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真真正正的把程一志放下。谁说我放不下程一志？放得下就去跳舞，敢不敢？丽兹小姐舞姿优美，节奏精确，与你共舞令人感到非常的愉悦。你跳的也不错。我是在伦敦留学的时候学的跳舞。丽兹小姐应该知道，跳舞呢是英国人必备的社交方式，不仅贵族会跳，庶民呢也跳。当然了，他们跳的不是同一种舞。贵族通常跳的是宫廷舞，例如亨德尔作曲家就写过很多的宫廷舞曲。你也想跳舞啊？可是我不会跳。不会跳你干嘛？那你教我。把你的手放到我腰上。是这样吗？把这个手抬起来。没事吧？不好意思，没事。不好意思，这块地砖好像是坏了。哦，刚才地砖不平。对不起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不想跳了。哎，还没结束呢，我答应查理先生要陪你跳满3支舞曲的。3支舞曲？查理，我为什么要跟他跳满3？什么？来这酒。对不起，小心，丽子，小心。不要叫我名字。哦，好。徐博士部门的员工对闹纠纷，2人都打伤住院了。要不这有点急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哦，好。对不起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查理，搞什么鬼啊你？搞什么鬼了？我没搞鬼啊，倒是你自己吧，像见了鬼一样，那么怕呀？真不知道你怕什么。你不是说早就不在乎他了吗？怕什么？怕他看你跳舞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这种人不逼你一下，根本就不会承认你还是在乎他，对吗？你胡说。行，我胡说。刚刚安秘书过来说什么了？没听见。查理，快告诉我。来。
谁胡说？我胡说，快点！没说什么，就说那个什么，徐博士跟万德源工队打起来了，哎，两边都受伤进医院了。哎，你别看了，你赶快把那35跳完。为什么？我钱都给了。恶心！哎，老爷，您尝尝这鱼圆汤，我跟小凤仙学的。好，我尝尝。怎么样？味道不错。老爷喜欢清淡鲜美的，哎，可惜那个廖兰就会飞刀削面，做了这些年粗食。老爷，我看您在富香堂和公馆来回太辛苦了，您要是不嫌弃，我搬到公馆去伺候您。想住进我那皇公馆？老爷，公馆里那么多家务要人打理，人家只是想去帮你分忧嘛。哎呀，住不住的无所谓，随便哪间客房都行。人家就是想去教教厨子，给您做点好吃的，而且我园艺也是好手呢。这公馆家务你就不用操心了。倒是另有一事，我需要你去办。何事？找个跟她相似的姑娘来，越像越好。能不能把住她冯委员的命门，就看你的了。老爷，您就瞧好吧。来，咱们喝一口。喝一个。徐博士，我代表立邦来看你。谢谢啊，我其实没什么大问题，只是头有点晕。哦，我刚跟护士说，找个亮点的地方把尸体图纸改完。你看我，以为壁球打得不错，打架就不会输。没想到，我能想到，徐博士下不了狠手，打架是不会赢的，但赢在气度。你不是一个动武之人，汤工头因为什么事情把你惹急了？他居然要改我的设计图纸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施工难度太大，耗用资金太高。他说他们做不了。我本来请包工头和施工队的人都想想办法，我可以每天去工地帮他们一起解决问题。可他们却一口咬定，说做不了就是做不了。我不满意，想要辞了他们，可他竟然说，他敢保证，如果我把他们辞了，万德源将永远变成一片废墟。徐博士，你别激动。他们还恐吓我，说我一定找不到下一个帮手。我实在是气不过。你先别生气了，你放心，这背后的隐情
我会告诉程总经理，他这个人善于沟通，一定会妥善解决的。你放心，你现在先好好休养，好不好？等，轻点！啊，程总经理啊，徐博士可真把我打得不轻啊！先生，一针没缝呢，喊什么疼啊？疼就是疼啊，疼！汤工头，此次你和徐博士纠纷斗殴，影响恶劣，此事你们双方都是有责任的。但是要论伤情来讲的话，徐博士远比你严重。哎，我这儿也疼，这儿也疼，我都这样了，我能不疼啊？您放心，汤工头，考虑到您每日为万德源工程劳动辛苦，这次医药费由立邦银行承担。程总经理，您公道。哦，对了，汤工头，这工地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？啊，我看也不用着急，要不要等痊愈之后再休息2天啊？怎么样？您说笑啊？我这儿没事，现在就回啊。哎呦，这不巧了吗？我也正要去，一起吧。您请。我来。好，刚才刻好了啊。这个呢，就叫法兰西式，啊，学学，行，怎么做？明白了，来试试。好。李经理啊，接着我说话。程总经理，你还会砌墙啊？我这天天听徐博士讲法兰西式，我都看懂了，我就不明白怎么这工队还不懂啊？哎，汤工头，你这没在背后搅屎吗？裴老板给了你多少钱？程总经理，你看我这样对不？哎，小罗做的对啊，大家就跟着小罗学啊。小罗做的对，来教教大家。行，不懂就问我啊。总经理，小罗年轻不懂干活的。哎，我觉得小罗做的挺好啊。你看他头脑挺灵光，而且性格也好。汤工头，要不这样，你把你手下的兄弟呢分几个给小罗，让小罗也带，这样你也能轻松一点，对吧？他屁大点的管不住人的呀。啊？哎，我来。法兰西式不难的啊，法兰西式就是这个直砌砖。跟这个横砌砖交叠，啊，就是法兰西式。别愣着，你们都去干活，往点紧。程总经理，你这么下工地，不耽误银行工作？不耽误。这万德源一天不落成，这银行一天回不了本。我就得专门来盯一盯这工程进度怎么就这么慢。我们不慢，不会慢的。不慢是吧？啊，这堵墙，明晚能盖好吗？能，绝对能。都干活，大家都干起来！